Salam sejahtera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念念的南洋厨房，我是念念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款马来西亚咖椰酱餐包。我今天准备的材料有首先将糖、牛奶、蛋及盐巴都加入面粉里，用刮刀混合均匀。这个阶段我们不加入速发酵母及奶油，面粉加入液体，再放置一段时间，它就会自己产生筋性，那面团就会变得很好揉。这个技巧我们称为水合法。那太早加入速发酵母及奶油，都会抑制面筋的发展哦。再用手揉到不见粉块，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分钟。将材料混匀后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放在室温进行水合法30分钟。在开始揉面团之前，我们先来准备速发酵母，加入8克的开水，将酵母溶解化开，进行水合法后的面团比较不粘手了，它也自己产生比较粗的筋性。取出面团，并将面团摊平，加入化开的酵母，再将面团折起，我们要开始揉面咯。每一个阶段揉面的方法都不太一样。那在一开始的时候，面团很粘手，那我们这时候要用的是手掌，将面团向四周用力搓出去，再借着刮板的辅助将面团收回来。这个过程大约5分钟。尽可能不要用手指头揉面，一来手指头会很不舒服，二来手部越多面积接触面团，它就会越粘黏。当面团不再粘黏，或不需要再借助刮板辅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你的非惯用手压住面团，惯用手像洗衣服那样将面团往外推，再卷回来。那我的习惯是还会顺势转一下面团，这样会揉得更均匀。这个过程大概是5分钟。在加入奶油前，面团已经可以拉出更薄的沫，那破洞处是锯齿状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将奶油加入面团里，将面团延展开来，再将奶油平均分布在面团上，用面团将奶油包覆起来。加入奶油后，面团会变成烂泥一样，这是正常的。那以洗衣服的方式搓揉到奶油融入面团里，过程需要3分钟。这时候面团已经不粘手了，继续用洗衣服的方式揉面10分钟。面团再次变光滑了。最后我们要进行最后一个揉面步骤，甩面团。这里要注意的技巧是，将面团甩到桌面上，从靠近我们的地方折起面团，再抓起面团的侧边继续甩打。甩打面团可以让手套膜更均匀，更有韧性。我们大约还要再甩5分钟。做面包真的像在运动啊！大家撑着，快结束了。终于形成传说中的手套膜了。在料理钵上抹上1层油，避免粘黏。再将面团再次整理成圆形。我们要来做基础发酵，以30度发酵1个小时。在等待面团发酵的过程中，我们先来分装咖椰酱。1个餐包包入20克的馅料，待会儿先将咖椰酱放入冰箱冷冻，会比较好包入餐包哦。将发酵好的面团取出，我们先为面团进行排气，再将面团分割成48克1个。分割后可以将面团摊平，再将它往内折，然后一一滚圆，封口处要记得朝下哦。让面团休息松弛15分钟。我使用的烤盘是20公分乘20公分，并在烤盘上铺上烘焙纸。
将松弛后的面团用擀面棍擀平排气。包入咖椰酱馅料，把面团往内折起，收口处要记得捏紧，不然可能会爆浆哦。将面团再一次滚圆，将面团排列整齐。我们要来做2次发酵，发酵到面团变2倍，我们要来烤餐包咯。进入烤箱前，先在面团上涂上一点点的蛋液，以190度烤20分钟。如果上色太快，可以在最后5分钟加上铝箔纸。准备出炉。出炉后要先脱模放凉。好，又到了我们的试吃时间。那我们先来撕开面包吃吃看。这个餐包非常松软，吃起来有奶油的咸香味，也有甜甜的椰香味，味道真的很丰富。小时候，爸爸最喜欢买这一款面包来让我们当早餐，自己做的味道更好吃，成就感满满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为什么我会在这一集用手揉方式来揉面包。那当然也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在家里没有机器，然后又想做面包，所以他得用手揉的。那我之前的经验是我有用过机器，那机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机器在搅打的过程会让面团快速升温，导致说我们的面团在最后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良好的薄膜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手套膜。那在手揉的方面比较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手揉的面团它的温度会维持在比较低温的状态，那可以揉出漂亮的手套膜，烤出来面包它的口感也会比较柔软。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此结束咯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或喜欢我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想要找文字上的食谱，也欢迎你来到我的网站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